傍晚，妻子在酒店洗澡，却被酒店管理安排的玻璃清洁工看了个精光，她被吓得失声尖叫，终日以泪洗面。我怒气冲冲地来到了酒店前台，当着所有记者的镜头前大喊：我只要一个公道，我妻子所受的伤害必须有人负责。第二天，酒店经理提着果篮和一份薄薄的红包来，他姿态放得很低，言辞恳切，但话里话外不过是想用1万块钱把这件事抹平。不好意思，苏先生，是我们管理不周，很抱歉给苏太太带来的伤害，这是我们酒店的一点小心意，希望你能……不等酒店经理把话说完，我当着他的面把红包扔进了垃圾桶。我妻子现在听到男人声音就发抖，晚上整夜的做噩梦。你觉得1万块钱能买回她的安宁吗？我的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像淬了冰。苏先生，我们深感抱歉，但这已经是我们能给出的最高。我不要钱，我要你们老板，这栋酒店的总经理宁阳亲自给我妻子道歉。这话一出口，物业经理的脸色彻底变了。苏先生，这不可能，宁总他日理万机。日理万机，我倒想看看等媒体来问他的时候，还能不能日理万机。说完，我直接拉开门，做了个请的手势。酒店经理只能灰溜溜地走了。当天下午，一篇名为《天价酒店爆安全丑闻，女业主裸身被看光，酒店逾1万元封口》的文章开始在各大平台发酵。配图是小云憔悴的侧脸，和那扇正对着我们房间的落地窗呢。阿浩，他会信吗？相信我，阿云，接下来就看鱼什么时候咬钩了。舆论只是我们的第一颗子弹，我们等了5年，终于要射出去了。舆论发酵的速度比我们预想的还要快，仅1夜之间，宁阳和他名下的酒店企业就被推上了风口浪尖。而久违的电话铃声终于在清晨响起，来电显示是一个陌生号码，我按下免提和录音键。你好，苏先生，我是宁总的助理，对于您太太的遭遇，我们深表遗憾，宁总非常重视，特地委托我来和您沟通赔偿事宜。他的语气官方又傲慢，仿佛是在谈一笔生意。我们愿意在原有1万的基础上追加20万精神损失费，并且承担您太太所有的心理治疗费用，只希望苏先生能体谅我们，尽快将网上的帖子处理一下。30万就想买我妻子的尊严和一个上市公司的声誉，宁阳的算盘打得可真响。那头的声音一致，似乎没想到我这么不给面子。苏先生，做人留一线，日后好相见。我不需要和你们日后相见。说完，我直接挂了电话，并且把这段录音发给了相熟的媒体朋友，连标题我都想好了，就叫总裁助理高高在上，30万买断受害者的命。宁阳想用钱和权势来压我们，那我就让他看看，当水滴汇成洪流时，再坚固的堤坝也会被冲垮。果然，录音曝光后，网上对宁阳的声讨达到了顶峰。他精心维持的儒雅绅士人设，第一次出现了裂痕，他终于坐不住了。傍晚时分，宁阳的私人电话打了过来。苏先生，是我啊，宁阳，助理不懂事，我已经批评他了。这件事是我管理上的疏忽，我责无旁贷。他把姿态放得极低，甚至带着一丝歉疚。如果苏先生方便，我想亲自登门向您和太太表达我的歉意。您看明晚7点可以吗？鱼终于咬钩了，好，我们等你。转眼间，约定的时间就到了。宁阳来得很准时，他穿着一身深灰色西装，脸上带着恰到好处的歉意和担忧。如果不是早就知道他的底细，我几乎要被他这副悲天悯人的模样给骗过去。他缓缓走到沙发旁，对着蜷缩在角落里用毯子裹紧自己的小云开口：苏太太，对不起，因为我们工作的失误，给您带来了这么大的伤害。小云突然尖叫一声，将手边的抱枕狠狠砸向他。你别过来！对不起，是我唐突了。我立刻上前，将小云护在身后，双眼通红地瞪着宁阳。你还想怎么样？他现在看到任何一个陌生男人都会这样，你满意了？苏先生，您冷静一点，我绝无恶意，我只是想尽我所能弥补我的过错。这样吧，我认识一位国内顶尖的心理学专家，专攻创伤后应激障碍，我来安排，让他为苏太太做心理疏导，所有费用我来承担。另外，我在私人补偿你们500万，只求你们能给我一个弥补的机会。500万，他可真大方。可惜我们要的从来不是钱，我妻子的痛苦是钱能衡量的吗？他现在需要的是一个绝对安全、不受打扰的环境，而不是你的钱和你的医生。我的拒绝似乎在他的意料之外，他眼底闪过一丝机不可察的烦躁，但很快又被完美的歉意。好，我明白，那我们就不谈钱，您太太的健康最重要，我们先让她静养，随时等候您的消息。他转身准备离开，走到门口时，又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苏先生，我知道您很爱您的太太，但有时候过度的保护可能会让她更难走出来。宁阳的话像一根刺扎在我心上。别多想，他只是想尽快解决麻烦，稳住他的名声。我点了点头，但那股不安始终挥之不去。果然，宁阳的计划比我们想象的更周全。第二天，各大媒体的版面都换成了宁阳探望敬老院、资助山区儿童的新闻。他那张英俊的脸上洋溢着圣人般的光辉。网上开始出现一些不一样的声音。宁总都道歉了，也愿意赔偿，还要怎么样？就是啊，得饶人处且饶人吧，看着也不像坏人。那个女的是不是有点小题大做了？现在抑郁症这么普遍，说不定她本来就有病。舆论的风向在悄悄转变。宁阳这一手以退为进，把自己塑造成一个有担当、有爱心，却被得理不饶人的受害者纠缠的完美形象。而我们则快要被塑造成贪得无厌、借题发挥的敲诈者。阿浩，我们不能再等了，必须主动出击，让他进入我们设计的下一个圈套。他不是想给我们找医生吗？那就让他找。我明白了妻子的意思，拨通了宁阳助理的电话。我考虑清楚了，
我们接受宁总的提议，但我有个条件，为了避免我妻子情绪激动，每次治疗都必须在我们的家里进行。助理显然很意外，立刻答应下来。苏先生已经约好了全海市最权威的心理专家，周五下午上门。挂了电话，妻子担忧地看着我。在家里风险太大了，万一被那个专家看出破绽。所以我们需要一个帮手。我拨通另一个人的号码，电话对面的人叫胡一统，一个因为学术造假被吊销执照的前心理医生，他将是藏在我们耳中的另一双眼睛。周五下午，门铃准时响起，门外站着2个人，一个是宁阳，另一个是看起来50多岁、气质儒雅的男人，想必就是那位心理专家方教授。苏先生，打扰了。客厅里，妻子已经换上了一身素净的居家服，脸色苍白地坐在沙发上，双手紧紧地抱着一个靠枕。方教授，这就是我太太。苏太太，你好，你不用紧张，我们就当是聊聊天。妻子没有说话，只是把头埋得更深了。方教授并不介意，他开始问一些常规的问题，比如失眠的情况、情绪的波动，以及对什么事物会产生恐惧。妻子按照我们事先排练过无数次的剧本，用颤抖、破碎的语言一一回答。方教授一直静静地听着，偶尔在笔记本上记录几笔。这个方教授比我想象的还要难对付，他的问题看似简单，却处处都是陷阱。苏太太，除了擦窗的吊篮，还有什么东西会让你联想到那天的情景吗？小云摇了摇头。方教授继续追问，比如某种声音、某种气味，或者某个特定的人。我的心顿时一惊，小云的身体也明显僵硬了一下。我不知道。方教授的目光像手术刀一样精准地落在小云脸上。您的愤怒和恐惧似乎不只是针对一个陌生人或者一件事，它非常具体，指向性很强，就好像那个清洁工的出现只是一个影子，点燃了您心中积压已久的对另一个人的憎恨。客厅里的空气瞬间凝固，完了，被他看穿了。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我按照胡一统的信号猛地站起身。够了，你这是在审问犯人吗？我请你来是给我妻子治疗，不是让你来对她进行2次伤害的。我们不治了，你们都给我出去。方教授皱起了眉，似乎想说什么，宁阳却先一步走了过来，拍了拍我的肩膀。苏先生，您别激动，方教授也是为了更好的了解病情，是我们太心急了。他的语气充满歉意，仿佛错全在他。苏先生，苏太太，今天是我考虑不周，很抱歉，你们先休息，我们改天再约。我没有理他们，只是紧紧抱着小云，感受着她身体的颤抖，直到听到关门声，我才松了一口。和仇恨。第2天，我改变了策略，我不能再等宁阳出招了。我用一个新注册的社交账号发布了一篇帖子，帖子里我以一个知情人的口吻，详细描述了宁阳如何亲自上门道歉，如何过度关心受害人，甚至强行安排心理医生，对受害人造成2次骚扰。这盆脏水我泼得又快又狠，很快帖子的热度就起来了。天哪，细思极恐，这不就是职场 PUA 的套路吗？先打一巴掌，再给个甜枣，让受害者对他产生依赖，恶心。知人知面不知心，亏我之前还觉得他是个好人。宁阳大概做梦也想不到，他用来挽回声誉的公关行为会被我扭曲成骚扰的证据。当天下午，我接到了他的电话，这一次他的声音里再也没有了伪装的温和，只剩下冰冷的怒意。苏先生，你到底想干什么？我想干什么？你应该去问问你自己。5年前，你对一个叫曹小云的女孩到底干了什么？电话那头是死一般的沉寂，宁阳沉默了很久，久到我以为他已经挂了电话。然后我听到了他的一声轻笑，那笑声里带着一种洞悉一切的残忍。原来是他，我早该想到的。除了他，也没人有这个胆子，也没人恨我到这个地步。他的语气很平静，却让我不寒而栗。他承认了，他竟然就这么轻易地承认了。苏先生，我得说，你和你的妻子真是让我刮目相看。这个局布得不错，可惜你们选错了对手。你以为在网上泼点脏水就能扳倒我？电话被挂断，我握着手机，手心冰凉。他知道了我们的底牌，也知道了我们的目的。接下来他会用尽一切手段，让我们万劫不复。果然，宁阳的反击来得又快又猛。第2天一早，那个被开除的擦窗工突然接受了一家主流媒体的独家专访。我那天根本没有看到任何东西，是那一家房间的客人，他跟我说，只要我配合他演一出戏，就给我20万。我也是现在才知道，他的目的是为敲诈勒索宁阳先生。紧接着，他还拿出了一段经过剪辑的极其模糊的录音，录音里一个酷似我声音的男人正在和他商量价钱。一夜之间，风向彻底逆转，我和小云从受害者变成了精心策划敲诈案的无耻小人，网络上对我们的谩骂铺天盖地。我就说嘛，哪有那么巧的事，肯定是仙人跳。为了钱真是什么都干得出来，太恶心了。支持宁总告死这对汪男女。我们的住址、电话、工作单位全被扒了出来，
门口被泼了红油漆，写满了恶毒的诅咒。物业断了我们的水电，说我们拖欠管理费。我知道这都是宁阳的手段，他要孤立我们，羞辱我们，把我们逼上绝路。小云看着手机上那些不堪入目的辱骂，脸色惨白，浑身发抖。这一次不是演的，我们是不是输了？我走到他身边，将他紧紧搂住。还没到最后一步，别怕，宁阳，你以为这样就能赢吗？游戏才刚刚开始，是时候亮出我们最后的底牌了。我联系了之前一直跟进报道的记者小李，他是一个刚入行没多久的年轻人，还有着一腔热血和对真相的执着。在全网都在骂我们的时候，只有他给我发来一条信息：苏先生，我相信事情没那么简单，如果你愿意，我随时可以听你说明情况。我躲开了宁阳的眼线，来到和记者小李约定好的咖啡馆见面。我将一个密封的牛皮纸袋推到他面前，你想知道的真相全在里面。小李打开纸袋，脸色瞬间变了，里面是一沓厚厚的资料，有5年前小云的报警记录、医院的验伤报告，还有一份他被诊断为重度抑郁症的病历。最关键的是一段音频的备份。这是什么？这是5年前小云被宁阳侵害后偷偷录下的音频。小李戴上耳机，按下了播放键，他脸上的血色一点点褪去，从震惊到愤怒，最后只剩下攥紧的拳头和通红的眼眶。音频里是小云压抑的哭泣和哀求，以及宁阳那如同恶魔般的冰冷又残忍的嗓音。哭什么？能被我看上是你的荣幸，去告我啊！看看是你这个一无所有的穷学生的话有人信，还是我这个宁家的二公子说的话有人信？我劝你识相点，否则我不但能让你在这所大学待不下去，还能让你全家都跟着倒霉。每一句话都像一把刀，凌迟着所有听到他的人。人渣！现在你明白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做了吗？我们试过用正当途径去告他，但是没用，他的家族势力太大，一手遮天，我们所有的证据都被打下。小云反而被他们污蔑成勾引老师不成，因爱生恨的疯子。他被学校开除，被周围的人指指点点，一度想不开，甚至这5年，我们就像活在阴沟里的老鼠，不见天日。而他宁阳却成了万众敬仰的青年才俊，社会精英。我们没有办法，只能用他最在乎的东西去摧毁他。这个世界不该是这个样子的。小李沉默了很久，他抬起头，眼神里是前所未有的坚定。苏先生，你放心，这一次我一定让真相大白于天下。回到我住处，我用匿名邮箱给金海所有的主流媒体都发送了一份邀请函，邀请他们参加一场关于宁阳先生与苏先生夫妇纠纷的真相说明会，时间定在3天后，地点就在宁阳公司总部的楼下广场。3天后，宁阳公司的楼下广场被记者和看热闹的人群围得水泄不通。我和小云出现的时候，现场瞬间沸腾了，无数的闪光灯和话筒对准我。苏先生，请问你今天是要公开道歉吗？对于你敲诈勒索的行为，你有什么想说的吗？我没有理会这些刺耳的提问，只是牵着小云的手，一步步走上临时搭建的简易讲台。宁阳也来了，他站在人群的最前面，西装革履，脸上带着胜利者的微笑。他看着我们，眼神就像在看2只垂死挣扎的蝼蚁。首先，我要向大家承认一件事，那就是擦窗工事件从头到尾确实是我们策划的。话音未落，全场哗然，宁阳脸上的笑容更深了。记者们像疯了一样往前挤，但我们不是为了敲诈勒索，我们这么做只是为了让大家看清楚，站在你们面前的这位海市的骄傲青年才俊宁阳先生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渣。我的声音通过扩音器清晰地传遍了广场的每一个角落。宁阳的脸色终于变了，不等他做出反应，我身后的大屏幕突然亮了起来。屏幕上出现的是5年前小云那张布满泪痕、苍白绝望的脸，紧接着那段我们保存了5年的音频被公之于众，恶魔地低语、少女的哀求在整个广场上空回荡，所有人都惊呆了。刚才还嘈杂无比的现场，此刻静得落针可闻，人们脸上的表情从好奇、鄙夷慢慢变成了震惊、愤怒。宁阳想跑，却被反应过来的记者们团团围住。宁阳，录音里说的是不是真的？你对他做了什么？你还记得吗？愤怒的质问像潮水一样将他淹没，他精心打造的面具在这一刻被撕得粉碎。大家安静一下，今天我还请来了则彻底将宁阳钉死在了耻辱柱上。宁阳彻底慌了，他像一头困兽，在人群中疯狂地推搡着，想要逃离。假的，都是假的，他们是串通好了来诬陷我。可再也没有人相信他了。愤怒的人群像潮水一样向他涌去，矿泉水瓶、鸡蛋、烂菜叶雨点般的砸向他，他引以为傲的体面和尊严被踩在脚下，碾得稀烂。我和小云站在台上，静静地看着这一幕。这场迟到了5年的审判终于落下了帷幕。宁阳的下场比我们想象的还要惨，他的公司股价一夜之间跌停，所有合作方宣布解约，家族为了自保，第一时间和他划清了界限，将他逐出了家门。他从云端跌落泥沼，身败名裂，一无所有。据说后来
他因为承受不住打击，精神失常，被送进了精神病院。那个曾经高高在上的天之骄子，余生都将在疯癫和悔恨中度过。而我们卖掉了金海的房子，离开了那座承载了太多痛苦的城市。我们在一个温暖的南方小城买了一栋带院子的房子。小云重新拿起了画笔，她不再画那些阴郁压抑的画，她的画里开始有了阳光，有了色彩。她在院子里种满了向日葵。阳光好的午后，她会坐在花下画画，我就搬一把躺椅在她身边看书。我知道有些伤口可能永远无法真正愈合，但我们已经走出了最黑暗的那段路，路还很长，但只要我们还在一起，就总有希望。一切都过去了。